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想为各位介绍的是 BJD 树脂。那在2年前的时候呢，我有介绍过一罐那个珊瑚白树脂。那当时是我才刚开始玩 3D 链，那我想要找可以印可动类的树脂，所以我那时候去买了那罐来做测试。当然结果就是它的后续处理比较麻烦。好，当然再来是价钱。那现在2年后呢，现在出了这罐 BJD 树脂，所以我一看到我就想要直接买来测试看看。好先看一下它的取件过程。Hello， 大家好。那现在让我们看一下列印出来的结果。长这个样子。那它这个颜色呢？它这个颜色就是它是标示，它是说是象牙白，那大概是这样。那刚才为什么我要先拍一下取件过程？就是说，因为我发现说它真的相当好取件。我现在这个参数全部都是用官方提供的哦。可是问题是，我要去产下来那个过程，各位可以发现到，它其实跟那个那一只水洗树脂很像，就是非常好取件，不会像有一些呢，你可能会底部会几乎产不下来，可是它这一只不会，所以我才特地把那个过程拍摄给各位看一下。好它这个颜色我先拿一下市面上的来给各位比较一下。不过呢，因为大部分的 BJD 呢都是就是1:3的啦，所以我就大概给各位看一下就好了。这是市面上的那种，就是这是 Box 的啦，对你看它其实他们在调颜色的时候也是一样，你看它这个脑壳跟这个脸的颜色就会有点不一样，所以这是一般的颜色。你看它这个颜色这样。好其实我有2只啦，我就把另外一只呢大概先拆下来。那你看它这个颜色也就是这样子嘛，它是比较肉色，那它这是象牙白啊。就是如果说各位有去看一些那种什么介绍 BJD 的网站啊，通常在一些网站上那边的标题都是那种比较传统型的那种，就是它的关节是穿绳子的那种类型。那像我有的这个 Vox 其实它这个是软的嘛，那它里面这边还有一个这个关节，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印这个外面这个啦，你也可以，如果说你这个坏掉的话呢，那应该也是可以印这个东西，也是可以印这个去把它替代掉。至于说会不会色移，我不知道，因为如果各位有买过这个的话，应该知道说它其实它这种软的这种部分，它有那种色移的现象，对所以有些人通常他会替换掉，对，所以它这个身体其实有一点像是消耗品但是如果说你不介意的话就没差，对这个的话呢，这个印出来的我不知道说它会不会产生色移如果不会的话，那就很夸张了，好其实呢，我印这种小的呢，我主要是要印类似像这种的啦，我是要印这一种的脸啦。它这个颜色比较大概是这样。那其实这个我染色了啦，只是说因为，我先给各位看一下染色的好了。
这个我不知道相机能不能拍得出来。这个看起来有点偏红嘛，我不知道我这台相机能不能拍出来这差异。好，你看这个应该会比较有血色一点。那调色的是可以的，调色我是用这个调的啦。哦，我是去买一些市面上的已经调好的色晶去调，但是我发现说，你要印这个的话呢，你不能去买人家调好的肤色，因为我调下去之后才发现这个问题点，就是说，因为它本身就带有白色了，人家这个肤色呢在调整的时候呢，它其实里面会加白色，所以说。你如果真的，就是说要自行调整颜色的话呢，就是去买那个橘色跟粉红色，用那2个去调，不要带白色啊。一般市面上有的这种肤色的色晶，它已经帮你把白色调进去了因为本身这个就带白色所以说你变成说你要加很多，你要加很多，你要调的就会比较麻烦至于说为什么橘色跟那种粉红色其实各位如果去看那个市面上有的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了。你看这个是偏橘的，这是偏红的这就是它粉红色比较多这就橘色比较多当然啦，这个人家厂商有一些 know how 在啦，他这个应该也是花很多时间才有办法在那种大量的比例去调整出来说，很接近，说每次量产的时候出来的颜色都会接近这个样子。所以说有一些像有些创作者他在卖一些素体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会跟你说颜色可能会有一些色差，就是因为他是自己调的。对不过这个呢，这个是可以调的啦。你要印的时候呢，你就是加那个色晶下去，你就可以去出现你想要的颜色。对当然就是记得就是橘色跟粉红色。如果说你要比较黑一点，那就是再加咖啡色就是橘色不要用，改用咖啡色，咖啡色跟粉红色，就是这2个白色就不要加了，因为白色加下去，它本身就有白色，那你要加很多我这个你看这一罐我加到这样子这一罐是没有用过的我加那么多，可是那颜色呢只有差别一点点，它就会让你看起来带一点血色这样子而已。好接下来呢就准备进行那个测试耐磨的部分。Hello， 大家好，那现在进行一下做耐磨测试。那这个是我现在用3500那时候印出来的。那这是我本来这次要做测试的。那上面这个零件呢是那个寿屋新版的女神装置的零件那我做 3D 扫描之后呢，我还没有去把这个零件去做重新的修磨。对，因为我的目的本来不是要这个零件的部分，而是要它的比例的部分因为我在做测试说，它现在有出一个那个 Grando Scale， 它到底比例出来，如果说你用现在的小型的，也就是说现在的一般的套件，那你把它放大成 Grand Scale， 大概要说放多少比例？我在做测试这都测试的结果，这都测试，我还在抓比例。那个有机会再跟各位介绍一下，到底它。如果说你要把现在的套件把它放大成 Grand Scale， 大概要放大多少？好所以呢，我还是一样，我就把之前这个3500这个那时候印出来的一样这次用这支 BJD 来印。对，那这支 BJD 我先跟各位讲它在说明书上面有写它的那个壁厚的接受度最小好像是 0.4 吧。所以呢，我在测试列印的时候，我发现说，这个零件这个就掉了。就是说，它如果说你有些地方如果太细的话呢，它会掉。所以它照理说，它应该是不能印太小的东西它应该是不能印太小的东西，不然的话会掉或者你这个支撑点可能要设粗一点。对，好现在就进行测试。那一样这个都直接。
好，那我大概处理好了，那现在就放大。这两个。然后再用啊，我银键没有令全，不过这应该很明显的啦，没有出粉，对，看起来真的没有出粉哎，差好多哦。那当时这个是3500印出来的、啊，它这个不过公差可能还是要再抓一下，公差还是要抓一下。不然的话不会出粉就差很多了啦，真的不会出粉。对，然后它这个表面呢、你洗完之后摸起来其实是滑滑的啦，跟其他字有点不一样，它是表面上摸起来其实是滑滑的。好啊，等一下呢就进行上色测试。Hello， 大家好，那我大概上好色了。那因为其实3D 烈焰键我在前面的测试都有做过蛮多次了，那其实上色部分大部分都是没有问题的，除非你一开始的时候你清洗的不是很干净，那可能你上色上才会有问题。那因为这支树脂呢，它本身在清洗上是很方便的，所以呢我就大概上一下。好啊，我这支大部分都是用水性漆哦，啊，因为水性漆有很多个不同的系统，所以我拿了几家的来测。那首先是这个我是用这个的，这是那个9527的。那9527现在有人在其他支影片有提过，说它会有一些沉淀物嘛，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说你就去找这个，就直接找台酒就对了，去找台酒的，因为其他大部分都会加一些苦味剂，那可能是因为那些东西，所以让它在混合上会比较麻烦一点，哦，所以你才会有那种会有沉淀物。等下混下去就不会了。那另外这个呢？这个是用这个上的，然后还有这个，哦，用这种上的。那各位可以看到，我都没有上底漆哦，我都直接上去哦，我都直接上上去哦，直接上底，没有上底漆哦，直接上。好，那再来是说这支树脂它本身比较光滑嘛。那它本身他说这支树脂是哑光的，好啊，我也做了一个测试。那这个一个是有上消光漆，一个是没有的，各位看得出来吗？那这个的话呢，是我用这个上的，消基漆，可是就是一般来讲，人家在一些做。比较想要做一些那种什么肤色的表面质感的时候，通常都是会用这一罐啊，然后再调一点那个透明，不会整罐直接消光这样喷下去，而会再调一点透明。那我这个就是直接就这样测试，所以本身这支树脂出来真的是哑光的啦。
好啊，接下来就是说下一个重点就是说它到底它的精细度状况怎么样？这个是我之前用那个3500列印的，我那时候上色，不过那时候是8K 啦，那时候是我用8K 机器去印出来的，啊，这是14K 印出来的，嘿，啊，不过各位，我先放大给各位看一下。其实我觉得它的精细度对比的话呢，可能跟那只 RPG 数值可能会差不多吧。那可能会应该是输给那一只高精细数值，就是说，你如果要印机甲类的，真的是那一只高精细数值还是会比较适合，因为它的高精细数值它在边边角的地方会比较利啊，这个就会比较，其实应该是有2个对比才看得出来啊。好啊，这是当时8K 印出来的，你看要看这个手背的部分就比较明显。哦，看这个手背，当然这是8K 印的哦，这14K 印出来的哦，所以有差别。好啊，接下来就是说再下一个重点，我之前有提到说它这一支的树脂，就是说它不会有粉，可是不会有粉，接下来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啊，如果不会有粉，那你像你在装这种可动干结的话，它会怎么样？其实答案很简单，一个就是爆开，因为它其实它的那个壁厚啊，我就看到它是上面是强调0.4嘛，那你看这个就是这个手背就是爆开的部分，我放大一下。这个地方是爆开的，那这个球冠它是两段的，球冠的原始的样子长这样，这么小。那你看我一方面这边是塞得进去，它这树脂其实不是很硬啊，它有稍微一点点弹性。可是如果说你旁边这个不够厚的话，它就是爆开就对了，这边就整个爆开了。啊，你看这个头的，我这个头的关节没有问题。所以呢，如果说因为它本身它是设计给 BJD 用的嘛，哈，啊，如果说要印小东西的这种可动人形，我觉得可能1:24的应该可以了啊，再小下去可能你那关节如果做太小的话，可能就会有问题吧。我上完色之后再大概装一下，感觉是这个样子。你看这个都可以。它塞进去以后，这个都没有粉哦，这个怎么动都没有。可是我现在拔不出来了，我塞进去之后拔不出来了。它除了这个爆开的。好啊，再来就是说最后一个啦。最后一个就是说，他说，因为他是做给 BJD 嘛，那可以上粉底嘛。那等一下粉底就会用这个来测。这个我可能随便大概挑一个颜色吧，可能用这个就好了。Hello， 大家好。那因为它的树脂的介绍是说可以上这种粉底嘛，那因为它这个本身就有，我这样拍起来，各位应该可以发现嘛，这个是有上消光，这个是没有上消光，可是两个看起来都差不多。那这个呢，应该是我如果直接上粉底，应该是没有问题啦，就大概上一下就好了。这样是整个可以画上去的。那你看这个的话呢，这个是有上过消光的。
所以呢，因为它这支树脂本身的表面应该是比较哑光性质吧，所以我这样我就可以直接上去了。哦，好啊，这部分的介绍就到这边，那做个总结吧。Hello， 大家好，那现在我们进行小结。那这次的小结也比以前呢简单很多，因为呢，它现在官网上有提供树脂的使用说明书，所以说呢，这支树脂你要使用前呢，可以直接到官网去看一下它说明书里面写的内容，就可以进行使用了。然后对比之前的那一支，也是一样是不会出粉的那一支工业树脂3500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最大差异就是它非常好清洗，然后也非常好取件。这两个特色呢，会让我以为我在使用水洗树脂，但是它不是水洗树脂，对，所以它的相当好取件，然后清洗上也相当方便。但是呢，因为它本身是介绍是 BJD 树脂嘛，那我觉得它其实应该可以用在一些其他的可动人形啊，或是说呢一些你平常不希望它会出粉的一些物件，譬如说像是那个笔盖。我有买一支那个陶瓷刀，它其实买来的时候是没有笔盖的。那我有去用水洗树脂去印了一个笔盖，结果每次在开关的时候还是会出粉。可是像这一支的话呢，因为它本身不会出粉嘛，所以说呢拿来印笔盖也是不错的。啊，至于可动人形呢，就是说，因为其实这2年来，以前像那个女性的模型啊，以前比较常出的是寿屋嘛。其实这几年下来呢，那厂商也在进步，变说很多家都有在出，甚至有些开始出男性的人形，或是一些素体。那目前呢，有一些怪物啊，其实还是没有在出的。所以呢，这支树脂呢，我觉得你如果说要拿来印一些可动的小怪物，也可以印的。只不过说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各位如果在网络上，你经常会看到很多的一些可动人形的零件。的物件可以免费下载。好，那这些作者呢，或是说，用一些小钱呢，就可以直接买下来了。那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其实我发现这些作者，其实他们当时在做的时候，应该也是没有合适的树脂可以去做列印吧。所以说呢，那些档案呢，如果说你印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像刚才那样子，有些关节会爆开。所以这部分呢，可能要注意一下。那关节不会爆开，我发现应该是说它的那个球关的部分呢，可能要设计一些凹洞吧，让它不会像这样整个撑住，然后就直接爆开了。对，那可能是各位如果说要印那种小型的怪物，可能要注意一下。不过呢，因为这种它不会出粉，所以呢，应用的领域我是觉得是比较广啊。因为你不一定要印 BJD 嘛，对，就是这样子。好，以上就是我介绍。